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，人们现在如今都吃了精米白面，长久在这样的模式之下，导致身体吸收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真的是越来越少，而且患糖尿病的几率也会越来越高。适当的吃点粗粮反而会对降血糖有帮助。而有机商家也会打着粗粮对身体好，也会推出相关的粗粮制品，粗粮面包、粗粮饼干都表示着无糖无添加。而一些粗粮产品它是属于伪粗粮，无法给人体提供营养，甚至还会增加三高的问题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分清楚粗粮和粗粮之间的差别。一、常吃粗粮能够降血糖，但提醒这三种粗粮属于伪粗粮，建议少吃。经常吃一些粗粮对于降血糖是有一定帮助的，但并不意味着多吃粗粮的量越多就越好。粗粮当中它是会含有非常丰富的膳食纤维，不仅能够缓解食物在肠道中的消化和吸收的速度，同时也能够使自身的血糖不断上升，增加了胰岛素的敏感性，从而有帮助调节自身的血糖机制。粗粮当中它含有比较丰富的植物蛋白、不饱和脂肪酸等的营养物质，虽然说它能够给身体起到一定的保健功效，提高自身的代谢能力，从而促进糖代谢的正常运转。这并不是所有的粗粮对于血糖来说都是有好处的，相反，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粗粮，它可能会加重我们自身血糖的不断上升，加剧了它的问题。常见的淀粉含量较高的粮食有玉米、马铃薯等等，它对于每个肠道的功能不好的人群来说，一旦过多的食用粗粮，可能会加重身体你消化不良、胃胀、胃痛等的消化问题。粗粮虽好，也是一种健康的食物，可以代替部分的细粮，但是不能够单凭吃粗粮就能够降低血糖来完全的依靠它。大家还需要配合科学的膳食模式和结构，才能够控制好自身的血糖。二、三种粗粮属于伪粗粮，建议要少吃或者是不吃。一、全麦面包。全麦面包适合减肥期间的人食用，但是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，在吃之前一定要慎重，要多思考。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全麦面包并不适合糖尿病患者去吃，因为它并不是纯的全麦面包，大多数是小麦粉做的，而且添加了很多油、糖和盐，可以说是相当不合适去吃的。在这里不是否认全麦面包，而是否认市面上的全麦面包。如果自己掌握了做全麦面包的方法，自己在家做，那就最合适的。二、粗粮馒头。市面上常见的玉米馒头、燕麦馒头和紫米馒头等等，它们都是属于粗粮馒头，营养价值高，它们的价格相对白馒头还要高一些。但是这样的馒头它真的并不属于真正的粗粮馒头，它本身含有较多的糖分，口感一点也没有粗糙的感觉，而且是非常的细腻，甚至还有甜味。大家千万不要上这种粗粮食品的当，这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粗粮馒头，而是以粗粮为噱头的，里面添加了非常多的调料。如果想要吃粗粮的馒头，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做，这样吃起来更放心。三、粗粮粥。很多人早上起床之后喜欢喝一碗粗粮粥，但是对于真正的粗粮粥来说，喝起来可能是比较粗糙的，所以大家在煮粥的时候将其煮得软软烂烂的，甚至有些人直接的将粗粮放在高压锅当中进行来烹煮，觉得这样的烹饪方式会让吃起来的口感更加的好，但是这样的烹饪方式就会让里面的营养大大的流失掉，甚至也会加重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堆积。三、糖尿病患者平时应该吃一些什么的全谷物呢？第一，燕麦。燕麦是一种可溶性膳食纤维，可以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，有助于维持餐后的血糖稳定。燕麦还具有明显的饱腹感的作用，
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，改善患者便秘的状况。第二，荞麦。很多人平时都不怎么爱吃荞麦，但是这种食物对于血管真的是非常有营养。适当的吃一些可以起到软化血管的功效，同时也能够降低自身的胆固醇。荞麦当中的镁元素，它自身的含量是真的极丰富的，既能够呵护心脏的健康，也能够预防自身的血栓以及血管类疾病的到来。最重要的是，荞麦当中还有一种特殊的物质，它能够降低自身的血糖值，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。第三，大麦。大麦中含有丰富的贝塔葡聚糖、贝塔葡糖基葡聚糖等的多糖类的物质，它能够有效地减缓进食过程中葡萄糖的释放和吸收，从而控制血糖升高的速度。此外，大麦中的膳食纤维能够帮助减缓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，因此糖尿病患者使用大麦可以达到控制血糖的效果。使用大麦还能够帮助改善肠胃道的健康，其中贝塔葡聚糖能够增强肠道的免疫力，抑制病原微生物生长，从而减少肠道疾病的发生。此外，大麦中的膳食纤维还能够帮助促进肠胃的蠕动，减轻便秘和排便不顺畅的问题。4. 糖尿病怎么控制呢？ 1. 运动。当人体出现糖尿病之后，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健康的运动，每次运动时间控制在半个小时以上，最好是有氧运动为主。当你长时间坚持下来之后，你会发现自己的血糖越来越平稳。适当的做一些这样的活动，有利于血糖的控制，也有利于身体的健康。运动当中，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有氧运动，但是不要做一些过重、超出身体承受范围的，否则会伤害身体的健康。第二就是饮食，大家的饮食应该把握好一些低糖类、低脂肪的原则，可以选择一些糙米、玉米配菜以及蔬菜为主，再辅助一些瘦肉、豆制品、蛋类等等。另外，要减少高糖分的水果摄入，这样才能够从源头上把控自身的血糖。3. 药物。药物它可以有效地控制自身的糖尿病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按时服用药物，不要擅自增减药量，对自身健康没有任何好处，甚至会诱发更多的疾病，一定要遵循医生的吩咐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